我们第一节课呢，可能要讲的东西呢，是大家最想要见到的一个简单化，但又听起来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叫做丹田螺旋。这是很多老师在练拳的过程当中练了好多年想要追求的一个东西。我们想一想，小肚螺旋，我们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它是用比较复杂我们所说的内功去转，或者是内气去转。但是大家往往都在追求的这个顺序和规律是我一定要先学会内气的运法和心经的用法，或者是咱们各种各样很复杂的东西的用法，都忽略了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拳论当中的一句话：要先有外形，再有劲力，有了劲力才能再有气息。所以它的这个过程呢，如果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动作的一个引带，哪能做到以外形牵动内气，然后再以内气催动外形？所以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去反向追求。今天的第一节课就是通过外形的方法来教会大家如何从外表上做到我们的小肚螺旋包括咱们说的丹田螺旋。首先呢，我们得先把两腿打开，看看我们的身体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怎么能让肚子左右去转。在老架一路里面，这个左右螺旋是最常见的。两脚平开步，当胯放松下沉，合左胯，身法微向左转，同时右胯放松上下折叠，肚子会产生一个向左螺旋的过程。好，回正，再松右胯，身法又会向右螺旋，小肚又产生一个向右旋转的过程。那么我们做完这个以后，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简单。小肚的力源最难的地方是在于如何让肚子上下去运转，那么简单的地方也非常简单。老师们总是会想着用自己的腰和尾闾以及命门去考虑，我的命门如何去撑出来，让我的后腰向后去鼓得多高，鼓得多厉害，我的肚子就提得多高。到最后练完这个小肚的上提和小肚的放松，导致了各位同学、各位老师练完之后腰酸背痛。那你想一下，如果你腰酸的时候，那这个还算不算是你的小肚在发力螺旋了？你的气还能存到前面吗？存不到，只能存到哪了？可能就跑到你的腰椎上去了。那么我们在运化的过程里呢，要切记太极拳里讲过一手丹田。那么我们从始至终在运化肚子上升和下降的时候，都要把思想放在我们的肚皮上。你在发力的过程里想着肚子去收去发力，然后产生了一个肚子向上凌起的动作变化，用肚子发力。我们如果找不到这个感觉的话，就想着自己的肚子，好像有人在肚子上打了一拳一样，突然很痛，收起来了，然后又不痛了，再放下去。你如果能够找到这个感觉，你重复着做到10到20遍，如果找不到感觉，你就做50遍、60遍，多次去做，找到腹部酸的感觉，然后感受到肚子在形成发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形成了正确的腹腔发力的小肚上提和小肚放松了。那么我们再把左胯和右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通过你的这个胯的左右螺旋来让你的肚子形成左转，到位之后让小肚发力上提，保持小肚发力上提的动作不要变，再让右胯螺旋，左胯慢慢打开，再把小肚放下来，最后两胯端平回正，你的肚子就从机械化的外形上做出了一个力圆的动作，是不是？我们再看一次。好，左胯螺旋相合，好，收小腹，右胯螺旋相合，左胯打开，小腹放松，然后身法回正。在整个过程当中不要刻意的去在乎呼吸，我们现在的这个过程一定要千万记住，动作的外形你得先有才能去找呼吸的配合。如果开头就老想着呼吸怎么样，那你到最后一定会形成横气填胸。很多老师可能说你自然呼吸就好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太极拳确实要运化呼吸去配合，
但是我们在最初期的时候，新架一路基础班，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理解呼吸是怎么让肚子去产生螺旋的转动的。我们能做一个腹式呼吸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能够让肚子通过呼吸的提收向内，通过呼吸的放松放空向外，已经很好了。所以更不要去考虑，我呼气，怎么样在呼吸的时候让肚子产生转动，这个时候大家就有点超前。所以呢，咱们回顾刚才的4个动作，4个转动，看好，1、2、3、4、5， 5个小动作。第一个动作用当胯螺旋带动，第二个动作腰腹提收带动，第三个动作对侧胯螺旋带动，第4个动作当胯螺旋放松下沉，小腹松沉，随后两胯端平转正，用这样的一个非常规律的5个小步骤给它做完，形成了熟能生巧。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到，不靠呼吸，靠当胯，靠腰腹提收来形成小肚立圆了。来，4个方向都看一下，一会儿再把心中的问题，大家肯定心里边又提了很多问题，再通过后半部分再跟老师们再去强调一下。你看从侧面看，身法端平，松胯，好，螺旋提收，再松，放松下沉，1、2、3、4，好，对背向，背向其实看不出来什么变化，1、2、3、4， 1、2、3、4，好，侧面，先松右胯，咱从右往左转，看得清，1、2、3、4，不动手，1、2、3、4，你的当胯产生左右螺旋，带动肚子的左右转动，再结合肚子的运化，这时候我们多做几次，你能感觉到胯根儿腰腹的两侧这块就会觉得酸沉感。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回答一下老师们心中的疑惑，有的老师就会说，老师你这样做的话，肚子还不算立圆呀，因为你是通过胯的左右螺旋把肚子带到左边带到右边，实际上你的肚子不就是做了个上下提收吗？那怎么叫丹田立圆呢？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肯定好奇点就更大了。那么老师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肚子不会立着转，就是当胯不动，看两腿屈膝，好，配合呼吸，我们为什么肚子不能再像我演示的一样，当胯不动，只动中腹再产生螺旋？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肌肉的控制。我们都知道太极拳是一个开发身体的过程，但是能让你肚子往左螺旋，能让你肚子往右螺旋，不通过胯的肌肉在你的2条腹直肌上。但很多老师已经不会运用腹直肌单侧的发力，所以就会导致我们前期的时候你找不到这个力你用劲去收，你收半天只能造成自己的身体左歪右歪产生不了让肚子转的过程。所以我们的合左胯螺旋向上提收，老师们可以细细的去感受一下，左胯相合，小腹提收，提的过程当中你的左侧明显要比右侧发力要多。那合右侧提右侧，你的右侧的腹直肌也会比左侧发力较多。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通过当胯的螺旋来刺激你单边的左右腹直肌，等你从左到右旋转螺旋，从右到左旋转螺旋都非常灵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尝试当胯不动，只靠腹直肌、腹横肌来进行肚子的螺旋。当然这个算不算丹田螺旋？不算，只算一部分，它只是通过了我们的肌肉的灵活和身法的中正以及身体的一种静力运化，把小肚练起来了。但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结合气息，这就是需要老师们后期的高级班的时候要多多学习了。但是初期的时候，老师们一定要记住，先有外形才能有气息，才能有动作静力。大家一定不要舍近求远，舍稳逐末千万不能好高骛远，这样的话会影响咱们后期学习的整个过程。那么第一节课虽然
课程时长又长啊，废话也多。我们需要怎么样呢？就是不断的提醒自己，刚才教的这个小度立远，大家一定要做成新架的基本功，就好像你在做老架禅思一样，把它每天都当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基本功去练习。一天像练禅思一样，从左到右4个8拍，从右到左4个8拍。那么老师们，等你开始学新架第一动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小度的螺旋要比那些直接学习动作的老师要强上100倍。所以希望大家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跟咱们这一期新课学好新架一路。感谢各位老师。